大家好，我是就是我今天老实说呢，我想说我剪了一个新发型，就拍片给大家看吧。虽然我已经拍片拍的有点索然无味了。今天呢，有2个人陪我在海边，其实是他们在海钓啦。我终于呢，昨天开箱了那个我的三星 Flip 7小折叠手机。然后因为我买了很多配件嘛，然后呢，我也要把我手机的信卡呢转移到那只手机上。结果好笑的来了，我去装壳啊，贴这个保护膜外面的啦，因为它里面已经贴好了。因为它那个里面的，因为它是折叠手机，所以它的保护膜呢、保护贴、萤幕保护贴呢，是一定要贴三星原厂的，而且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贴，一定要他们原厂自己的人去贴，因为那个是黑科技。然后呢，好像是头1年，好像每1年可以换贴1次，免费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关心，我不管。最主要的是那个，我回去找我的那个强迫推销的那个柜员。女生叫柜姐，那男生叫什么？柜哥，可是他年纪比我小非常多柜弟，我一去找那个柜弟，结果呢，他一脸轻松哦，我不是在一脸，然后就刚睡饱的样子，他可能在后面打瞌睡，然后。因为才刚中大概2、3点吧，他可能在外面睡了一个大懒觉，然后呢，睡眼惺忪的呢就接待我，然后乱用一通，帮我贴那个保护贴，然后又装上保护壳，乱用一通，我到最后我就受不了。然后他就拿给我，我就说，我当初买你们这一整组的周边的时候，你没有跟我讲说你会装成这个样子啊。那个里面都是空气，然后他说是因为那个保护贴呢，那个保护壳呢没有留空间给保护贴。我算不知。那你要处理啊，你就这样那个快2000块的东西耶，那个周边，而且不是原厂的耶。你说三星原厂的我就认了，那个根本就不是，就你们远传在那边东凑西凑，然后跟厂商合作，然后用一些周边，然后就
乱卖给你的，你们这样是你们的损失，你知道吗？乱卖给你们的门号的那个会员，不是会员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在用你们门号的人这样，然后呢，贴的乱七八糟，然后就说这样要给我了，我就很不客气啦，我就说，我当初买的时候，他是买一整组的哎，啊这样拼装起来这样子能看吗？然后呢，他也没醒，我感觉他还是没醒，他就是刚睡了一个大觉起来啊，然后可能还要再过半个小时他才会醒来啊。是那个上班在睡觉，我的妈！我知道你们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因为那个点不好，因为你们那个门市的那个点呢，它不好停车，然后很多车，那又不好停车，很多车的马路边，然后没有什么停车位，然后你们那边生意，你们的那个顾客本来就没有很多啊，然后就可以打瞌睡吗？不是。做工做这样做，虽然这是偏乡，也不是这样玩的吧。最后的姐姐的那个呢，是她打电话到他们比较总店，然后就说，然后就说要拍，不是就把那个拍照起来嘛，然后传给他们在这里的总公司，然后就说什么还要叫货。哦，对，我不知道它里面呢还有一个那个贴那个镜头保护贴，它贴好了，然后明明是他在那边一直用空气嘛，然后干嘛的乱搞一通。我出去没多，后来呢？我走出那个门市呢，没3分钟，我说奇怪，怎么镜头贴少了一个？因为它有2个镜头贴嘛。我说怎么镜头贴少了一个？然后我又回去，他说是我用的。你什么鬼啊你？它镜头保护贴你贴的这么不牢，它还可以保护吗？这不是很正常人的逻辑吗？你给我动个北七笑欸！我好像骂太大声了，等一下那个海钓的人会以为我在骂他们，等一下他冲出来打我。你真的给我小心一点呢！你这个跪地哦，真的是哦，有够夸张的哎！其实然后呢，我刚刚本来呢是说我就这样子嘛，我本来的那个设想是说，你看。其实这个折叠机呢，它其实我在其他的那个影片里面是有看过，现在是它可以自己打开的。你看现在这个它，因为他们要做的很牢固，所以他们要做的非常难打开，那就跟以前的那种海豚机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那时候还不是智慧型手机的，是那时候的那一些折叠机呢。他们的方便就是他们很好打开啊，不像这个，你看我刚刚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它打开，要单手打开非常的难。我本来是想说，我的理想状态呢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，然后看一些题词的，或者是说我写的稿。
这样子呢，我讲话会，我整个流程呢，我拍片的流程啊，还有讲话的会比较有组织。我刚刚是在看那个啦，我本来要我评判你的评判，那时候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吗？我发现一些评嘉玲的，对，就是重量级的那个嘉宁，要有点鼻音，对不对？嘉宁，他呢，很多人在评判他，因为他精神不稳定嘛，然后拍了一些很疯狂的影片。就一些人来讲，真的是很疯狂，因为就是不知所云，乱七八糟，然后好像就是一个崩溃的人该拍出来的影片。然后大家在评论他，然后这些评论的那些比较，当然他们就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 YouTuber 啦，就是比较中小型的频道去评论他，因为比较大型的频道他们去评论这个呢，反而会去拉低他们的那个，反而会被观众反弹吧。所以呢，这些中小型的频道呢，就去评论他，然后流量都很好。我当然也想蹭啊，可是这个别人吃剩下的我不太想拿别人吃剩下，我留点口德好不好？别人吃剩下。因为那时候其实我2-3个月前开始拍影片的时候呢，也是正值他们这个重量级的这个事件刚爆发嘛，就是 Andy 老师跟那个嘉宁的这件事情嘛。然后呢，我一开始看到是9man，又是9man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比较常看9man，因为9man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他又不是那些其他国的 YouTuber， 比如说中国，他年纪比较大，然后他的取向比较是大人取向。没有像一些什么蔡阿嘎啦、好放啦，我觉得他们都还偏年纪小的。对啊，其实在 YT 上呢，还有这一块饼啊，为什么我一直都吃不到嘞？我说的是这个年龄层的饼，就是大概35岁以上到全部往上，我应该要吃到这块饼啊！可是为什么我的流量、我的数据都好糟糕？那回到刚刚那个，谁呀？让我休息一下，我要遮阴一下。回到那个嘉宁跟 Andy， 后来 Andy 就爆嘛，我在9man上看呢，9man说，其实看
看 Andy PO 的影片，因为他们后来都各自用新的频道嘛，然后那个谁，嘉宁的影片呢，吓死人啊！拍的比我还糟他不是糟，他是别人已经不敢评判的批判的那种，略带悲伤，然后神经质中带一点崩溃。我想人还是有那种恻隐之心嘛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他都这样了，我还要我还要评判他，我要批判他嘛。可是他就真的，那时候九妹是说 ，Andy 呢不止拿一半，因为其实他那个频道呢都是他一手创建的，包括剪辑啊什么。因为后来他们分开就很明显就是说那种拍片的品质啊、企划啊、创意啊、剪辑啊。其实都是 Andy 在包办，然后 Andy 一离开之后呢，嘉宁的蜜月期 PO 惊吓众人之外呢，九妹就说 Andy 应该拿到70%或80%以上的频道的所有权或收入。就在那时候我才开始认识 Andy 老师跟嘉宁嘛，然后嘉宁之后又拍了一些很匪夷所思的影片。所以接续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很多人就在评判嘉宁他拍这些影片的用意，还是他的心态，到底是什么？可是回到刚刚那个，我是觉得啦。那不是我能吃的啦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关注过他们，我连他们是谁我都不知道。我后来耳闻是说，Andy 老师他们之前的重量级频道呢，他们是在拍二诊女朋友或二诊男朋友吗？我完全不感兴趣啦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年龄层就是比较低的嘛，低我1轮还2轮的吧。其实呢，我最近呢，我非常的在投影，我非常的期望。我是说，有一天我睡觉醒来呢，他们能够用我的影片，就是那种投稿平台嘛。可是呢，没有，我投了好几部片。我记得英式一家，还有因为我为什么还看到他们，还在看到他们，就是看到那个平台，就是有一个装潢的一位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YouTuber 吧，他也是，他跟我起步的时间差不多，然后他的第一部片呢，他就破了1000订阅，然后呢，
有大概它的观看数呢，已经突破，不是观看时，它的对，因为它的影片不短哦，所以它的观看时数，它的观看次再加上它的观看时数呢，应该就已经过了那个 YT 的那个门槛啊，他就是投稿给他们的，那是他第一部片哦，然后那个平台就用它了。有谁可以告诉我，这有什么内线交易吗？还是说这可以用买的？好啊，我买啊。让我买啊，而不要说哦，表面上说是公平的，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？他的也没有，他的片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啊？抱歉哈、哦，他的影片就是有他请了一个朋友特别嘉宾，就是他的朋友，他们建筑界的朋友，然后就讲装潢。我还没有把那个影片看完，因为我没有兴趣啊，我也没有东西要装潢啊，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完啊，他没有一切好影片的，不是好影片，就是爆红影片的特质啊，可是他却能够一试呢就成精，那么我呢是一试就成屎。我开始转圈了，又来了。我后面有他们海钓的人，然后呢，无所谓啦，因为我的影片的流量太低了，低到没有。妈妈不疼，阿嬷不爱，所以呢，根本就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